然而刚来的其他势力也都纷纷听到了四御天神君所说，先是被眼前的画面给震撼了一下，然后魔物两字入耳时，脸色更加的不太好看起来。能够将无量神界的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原始山在一夜之间彻底的消灭，能够做到这般境地的，恐怕那魔物的实力至少达到了7重天位神，只有7重天位神的力量才能做到这般恐怖的手笔。那些魔物究竟是什么？为何如此可怕恐怖？此时赶来的众势力中也有不少的势力不知魔物来自哪里，当然对于魔物5大神阁自然是清楚的，毕竟5大神阁乃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所拥有的底蕴乃是非常的强大，所以魔物这类来历他们自然是知晓。众势力中的某一处空间上，一群身穿黑色衣袍，背后写着噬魂2字，在这些身影的最前方，一道身影伫立其上，他的所有面貌同样是被遮掩起来，跟看不到其中的样子，但是可以透过光线能够看到他的那双眼神中却是弥漫出一股诡异，嘴角也是微微的带着一丝幅度。随后越来越多的众势力全部跟上速度抵达了此处，天空中又是一匹匹黑压压的身影悬浮其上，灵神阁、雷神阁、杀神阁、御神阁的领头人也是目光一扫下方凌乱不堪的大地。如此场面，怕是这里但是经历过非常激烈的战斗，结果还是被那所谓的魔物消灭了整座原始山。而且原始山的山主其实力已经是达到了6重天位神，并且拥有一具大咒神物之一的原始法身，施展全力时，就算是半步7重天位神的神指强者都无法击败他。如此强大的一名超级神之，竟然在魔物的入侵下，一夜之间原始山就这样彻底的消失，确实让得不少势力之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而且这魔物的实力更是恐怖无比，究竟是达到了何等可怕的层次领域才能做到这般？旋即无神阁的一众人也来到了这里，萧炎以及吴雪藏、青青等人的目光直接俯视着下方，看到这里一片狼藉的样子，而且方圆万里之外都是有着战斗的痕迹，就足以说明原始山被灭的时候非常的惨烈绝望。看到原始山如今变成历史的遗址后，萧炎立马想到了之前的上古圣地，那时候的上古圣地也是被魔物入侵，一夜之间就被彻底的剿灭，就连上古圣主难逃一死。当时入侵上古圣地的是一位9大权魔之一的武灵权魔，而灭了原始山的魔物想必也是9大权魔之一。想到这里，萧炎的双拳也是不由自主的紧紧握拢。这些入侵消灭各大超神势力的魔物真是该死。萧炎怎么了？吴雪也是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萧炎的气息有所变化，便是疑惑的问道。听到吴雪的声音，萧炎也是压制住了内心的愤怒，当即摇摇头道：没什么，只是在想，如此强大的超神势力被一夜之间消灭，让我有些难以置信。吴雪此时的神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他的目光再度俯视下方那些惨状场景，也是首次看到吴雪如此严重的样子。这些魔物很强大，目前没有任何一道神势力或者是超神势力是能够与之正面抗衡的，而且这些魔物就喜欢找一些超神势力进行入侵，就连我们5大神阁都不敢与之硬碰硬。你们5神阁与这些魔物也交手过？萧炎好奇地问道。吴雪摇了摇头，回答说道：那倒是没有，诸神万界中有着无数超神势力，如果集齐起来，就算是魔物也不敢轻易入侵各大超神势力中，所以目前诸神万界还是非常的安全，其中还有着超神巅峰势力以及超神巨擘势力等坐镇，这些魔物再恐怖也不敢直接对面一方如此的大神界。听了吴雪所说，看来诸神万界的底蕴已经远超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难怪会是3大神界之首，其中的资源更是数不胜数。那一方大神界是所有神势力的向往大世界，就算是当初的神龙一般，只要实力达到5重天位神之后，就想要去诸神万界创立属于自己的超神势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借助着诸神万界中的丰富资源，才有着提升的大空间。诸神万界嘛，萧炎自言自语了起来，日后自己必定要在那一方大神界闯荡一番。突然一声炸响传入了各大势力之人的耳朵中，他们将目光移到爆炸处，一看之下，那里竟然凭空出现了一道河流，河流中的水竟是呈现的深绿色，并且河水中有一股极其特殊的力量，仿佛这股力量来自于黑暗的深渊之中。那是什么东西？众势力的神之强者纷纷惊呼出声，显然不知道这些深绿色的河流究竟是什么。而他们的目光顺着河流所流向望去的时候，直到河流的尽头处，那里的空间竟然出现了水波纹的异象，犹如是能够直接穿进去那处空间中一般。很快有4道身影便是瞬移出现在了那处河流的尽头，众人也是投去不同色彩的目光，也没有人敢出声，仿佛一切都变得非常的安静。那位倾城女子伸出探入那水波纹的空间时，竟然真的洞穿了那处异象的空间，然后那倾城女子的绝美容颜中浮现了一道微微笑容，发出高冷又优雅的声音道：走吧。身后的3道身影相视一眼，跟着他们面前的倾城女子在众多惊骇的目光中缓缓地走进了那处水波纹空间中。他们竟然走进那处异象的空间里面去了。瞬间有着一道道不可思议的声音传荡而出，不过在神指联盟以及5大神阁的眼中，那里应该就是进入无量神渊的入口无疑了。所有神指联盟之人随本神君一同进入。
四域天神君淡淡一笑，也是带着身后的大部队进入到了异象的空间中，最后全部消失在众多势力之人的眼中。神指联盟的人也进去了，那里说不定真的是我们此行的无量神渊入口。大家还等什么？早点进去，去寻找强大的机遇和诸多宝物吧。这时，也不知道是哪一方超神势力之人喊了一声，也就是这一喊声，直接激起了无数势力之人内心的激动渴望之色。瞬间，这里的天地都是微微的震颤起来。毕竟如此多的神指强者散发出惊人的神之气息，也是影响到了这片天地的能量。很多道势力的神指强者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那异象空间内，还在入口外的五大神阁的领头人皆是彼此的相互看了一眼。杀神阁的第一天骄炎日双眼一睁，瞬间一股能够可怕的杀气弥漫四周。不愧是杀神阁的第一天骄，那股杀气竟然达到如此可怕的层次。这时雷神阁的第一天骄雷厉风呢？难道呵呵，雷兄的雷霆之力不也是超越很多神之天骄的存在吗？被雷厉风这么一夸，炎日自然也要夸一下对方。你们俩还真是谦虚啊！曾经我们五大天骄的战斗可没有分出胜负，不如这一次在无量神渊中分出我们五人之间的胜负如何？一旁的御神阁御冰焰那双寒冷的美眸微微一动，声音带着一丝冰冷的说道：“这位御神阁的第一天骄女不仅实力强大，就连容颜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被御冰焰这么一说，身为各大神阁的第一天骄，自然会激起好胜之心。灵神阁的高泉微微一笑道：“如此甚好，我早就想要力压你们，成为五大神阁中最强的天骄。”自信是好事，但是现实往往可以给你一巴掌打醒。又是一道带着磁性的女声响起，说话的是五神阁的藏青青，她的绝世容貌也不亚于御冰焰。这两位可算是能够让无数男人都想要追求追捧的存在。当然，吴雪的容颜也丝毫不让他们两位。从某一种的角度上来说，吴雪更精致，更动人心弦。第一等级世界中，美女自然多，然是能够从这些美女中脱颖而出的，还是少之又少。那我们就在无量神渊中见分晓。当年的战斗，虽然我们之间都是平手，可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灵神阁的高泉双眼微微一眯地看着藏青青等人，一声自信的语气依旧淡淡传出，旋即便是带着自己大部队直接进入到了那处的异象空间中。看到灵神阁的人也进入其中，其余的四大神阁也是同样掠进了其中。毕竟无量神渊中可是有着诸多的神秘宝物，先不说能不能得到神火和绝世神器的消息，至少其他神秘宝物必须都要有他们任何一人的份。萧炎弟弟，进入无量神渊后，你可要跟紧我们喽，等下我们就会和青青姐兵分两路。吴雪再次对着萧炎提醒道。吴雪就好像对萧炎格外的关心，难道真的是上一次在纪元遗迹救了他的原因吗？萧炎点点头回应道。此时他体内的血液也正在疯狂的沸腾，毕竟无量神渊这种众神只汇聚的争夺战，对于萧炎还是首次这样的大场面。很快，五神阁的众人也是纷纷掠进了异象空间中，而他们也正式进入了无量神渊中。就在他们进去之后，无量神界某四处区域中，这里群山环绕，而且四处区域相比起来，环境完全的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此时，这四处区域的一座神秘莫测的山林山脉中，皆是站着一位不起眼的男子。这些男子已经是上了一点年纪，看过去像是这一方神界的神灵。无量神渊这一次竟然吸引了如此多的众势力，就连五大神阁、神指联盟以及那个势力都来了。他们在里面会是怎么样的激烈争斗？不会惊醒那个东西吧？男子淡淡的出声后，表情却是无比的平静，看着西边的方向，仿佛他的眼神能够洞穿虚空，看见那异象空间的位置一般。这数百万年来，我们无量神界中已经没有这般热闹了，如今竟然直接吸引入了如此多的各方神势力和超神势力，真是有些吃惊呢。真希望你们能够活着出来。又是一处区域，一位有些弯腰的身影喃喃的出声，而其余两个区域的山脉之巅上，一样站立两道身影，他们并没有说话，而是一双眼睛凝望着西边的原始山方向，仿佛那里的一切动静，他们都是尽收眼底。在他们进入异象空间后，就进入到了一处通道中，他们通过通道中的流速，很快就抵达到了通道的尽头，马上就进入到了真正的无量神渊当中。光芒浮现，然后又是一片黑暗，来回切换了数十次之后，呈现众神指面前的竟是一片世外桃源一般的景象。这无量神渊中竟然有着如此别有洞天的奇异风景，有山有海，有新鲜的空气，有碧绿色的天空，就连上空的云雾都是淡绿色。这里的一切也都是非常的生机盎然。萧炎、吴雪等人抬头望去，一片绿山绿海绿天，深深的吸一口这里的空气，新鲜的氧气冲入肺腑，令他们的身心都感到无比舒畅。这里的无量神渊也并非是很可怕的地方，更像是他们这些天位神提升实力的最佳之地。动身吧，吴雪说道。他们进入通道后抵达这里，已经与藏青青分开，而且就连其他势力的人影都没有看到。看来那通道的已经将各大势力都传送到不同的坐标上，至于他们也没有这里的地图在手，都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不过刚刚从萧炎的神魂力量探测下，这方圆万里皆是没有任何遗物，只知道这个无量神渊非常的广阔。见到吴雪这样说，
其余人也没有废话，因为进入无量神渊之后，自然是争分夺秒。毕竟，如果一些好的宝物和机缘被捷足先登，那就有些损失了。武神阁的众人皆是点头，萧炎也是站在了吴雪的身边。而第二天教的方太，便是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准备出发，深入无量神渊中。诸位，接下来务必谨慎行事，希望都能活着走出这里。方太开口对着身后有50位左右的队伍说道，言语之中也是充满了关心。此言也更得民心，毕竟他们原本都是要跟随藏青青，只不过现在计划有变，他们也就跟随了方太这边。方太也是转过身，对萧炎微微拱手，然后给了萧炎一枚玉简，便是说道，有危险就及时联系，毕竟在这里面难免会跟丢分散。萧炎点点头，也是拱手抱拳道，多谢，大家都多加小心。二人互相抱拳，然后没有再犹豫，招呼着的队伍一个个皆是神力弥漫而出，然后迈出步伐，破风之声不断响彻，便是见到一道道身影化作了流光，消失不见。这原本寂静的空间里，空间当中有数万道流光从各个方向宛如流星一般飞速掠过天空，铺天盖地的没入了前面更加辽阔的天地之中。此时有着几十道身影落入山林之中，这里是一片空旷之地，重重落地也是掀起一片尘土。这便是无量神渊吗？为何反倒像是一座神之大陆？身影抬头扫视四周，他们正是刚刚深入无量神渊中的萧炎一众人，入眼之处皆是灌木丛林。不过这些古树远远看起来似乎很普通，但仔细打量之后便是可以发现，这些古树的树身之上有着一丝特殊的能量，周遭的气息也是有着一种古怪之感。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片空间中的神元之气极为的精纯和雄厚，在厚密的丛林当中伫立于其中，显得格外渺小，苍茫之感令人对这里便是不自觉的会产生敬畏之心。再加上这无量神渊之中密布特殊的能量，散发着一种苍茫之感，弥漫于这片天地之间。这里的空气中神渊之气的确很浓郁。萧炎深吸了一口气，一道极其精纯的神元之气便是在吸入肺腑之中后，最后流淌在体内的天位海。神元之气虽然精纯，不过还是不能马上就能提升自身的天位神力。按照正常吸收这片天地中的神元之气，则是需要花费10几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提升一重天的实力。所以这里的修炼速度对于萧炎来说根本不太适合。虽然这里的神元之气很浓郁，但还是没有吸收神火本源来提升的快。想要提升神力修为，那么找到神亮天元池的话，或许相对来说符合萧炎修炼的方式。不过显然这神亮天元池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见过方太队长。此时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方太闻言便是微微一愣，转过头来便是看见了一张熟悉的俏脸。这道倩影正是吴雪。吴雪，怎么了？有事和我说。方太有些意外和惊讶，未曾想到一向在神阁中与自己没有多说几句话的吴雪，现在竟然与自己主动说话。我想说的是，既然青青姐将队长的位置分给你带领我们，而且我也不是吃素的，开不可以也给我做一个副队长啊？吴雪一笑，其精致的五官完全和她向来高冷的性格完全不同。虽然她行事有时候有些大意，但是却不会让人有半点的反感。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吴雪在神阁中的身份，以及她本身又长得很漂亮，再加上其绝妙的身材，实在是令人无法去讨厌她。呵呵，你何等身份？只要你愿意，我这队长的位置都可以让你来当。方太也是笑着回答道。那不行，我只要副队长就行了，让我当队长我可吃不消，我的实力又没有你强。不过吴雪说起来也是无奈，自己离开武神阁已经也有数万年之上的时间，回来后不管自己如何修炼，都无法追上这位号称第二天骄的方太。如果之前没有被自己的队友陷害，自己也不会被困在纪元遗迹那么久，不然现在吴雪的实力也是直逼藏青青。毕竟吴雪的天赋也不比这些第二第一的天骄低，而且吴雪见到萧炎无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2重天位神，在纪元遗迹的时候还只是一位大主宰的实力，在这转眼之间成为一名天位神，还真是非常的罕见。如此修炼的天赋者，就算是他们的武神阁都是少见。可吴雪不知道的是，萧炎拥有焚诀功法，以及有着焚诀空间和对神火本源的吸收炼化，那速度自然是比起常人还是所谓的神之天骄都要快上很多很多倍。方太笑了笑，然后转头看向了周遭的众人，缓缓地说道，各位，我们的队伍中不仅有队长，现在又有副队长，所以我们2人的话都要听从，听明白了吗？是。50位的身影皆是异口同声的喊出，毕竟吴雪的身份也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萧炎也在这50余人中发现，队伍之中他的实力并非最弱，反之也有1重天位神的实力之人。如果是当年1重天位神能够直接抹杀萧炎的可怕存在，就如同天意神君那般，但是如今萧炎却是能够一个响指就能够将天意神君彻底的抹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如此一来，这一支队伍中多了1名副队长，同样以吴雪的身份树立威信以及接下来的决策都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够更加的团结一致。毕竟这50余人中，其实力最强的也达到了3重天位神，这样的实力放在任何神势力中都是直接碾压他们的。方太环顾四周，手中多了一道宝物一样的东西，灌入神力后，
手中的宝物竟是在一处位置散发出一道亮光，便是锁定了一个方向。道，在那个方向有一处蕴含着神亮天元池，那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之后才继续往深处探索。动身吧。方太的声音落下后，近50道的身影便是齐刷刷的爆射而出，在后密的树林中穿梭而去。弥漫着特殊能量的天地之间，仿佛整个天地中的神元之气都是无比的浓郁。除了萧炎这边，所有进入无量神渊的各大势力之人，皆是以最快的速度飞驰穿梭其中。方太、吴雪他们一马当先，目光不断打量四周，辨认着方位。在这般疾驰之间，萧炎强大的灵魂之力散发而出，也是能够明显的察觉到周遭暗处有着一些目光投射。在这种地方，可皆是没有什么善意。在这无数神秘宝物机缘诱惑之下，更是不知涌入了多少势力。各大势力皆是想尽办法收集罕见的神亮天元池，在这之间自然是免不了一番争夺战。势力名头或许在外有些作用，但真的在绝对利益冲突之下也不大好使。最管用的还是绝对的实力，即便是神指联盟的那些强者，若是状态不佳，也极有可能会引来觊觎。一旦露出破绽和机会，这些势力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毕竟这一次来的有5大超神势力，他们的个个底蕴深厚，杀人越货也是常做的事情。毕竟在无数超神势力中，武神阁乃是最强超神势力之一，其名声太过响亮。在无量神渊的外围，虽然有很多觊觎的目光，不过却没有不开眼的势力之人赶上前来阻拦。因此方太和吴雪带着自己身后50道身影的小队，一路畅通无阻。数日之后，才是终于到达了所感应到的神亮天池的区域。众神只抵达之后，周遭的树木并未减少，反而这里空气中所弥漫的特殊能量也是越大的浓郁起来。这些古树变得异常的高大，以至于萧炎、吴雪一众人不得不来到古树顶确认方位。不过后密的森林限制了大部分的视野，但周围异常高大的古树却是引起了萧炎、方太等人的注意，而且周围非常静谧。就是这里，都小心一些，我感觉到了很多道气息，只是这些气息很异常。方太神魂力量覆盖周遭，便是能够感觉到周围的异样，然后对众人缓缓地说道。众人微微点头，皆是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这里好安静。吴雪疑惑道，美眸也是挑动。这一路过来，也是遇见了一些兽类，可现在一只兽类也没有。方太眉头微皱，刚刚用神魂感应到的就是这里，应当不会有错。当即便下令道10人一组，分头搜索，但务必要小心。武神阁的这些强者自然都是精英，接到方太的命令，便是迅速分组，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各个方向爆射而出。而萧炎目光则是锁定着一个方向，神魂力量探索之时，并未发现有什么异样，但萧炎心中却总有一股感觉，这股感觉告诉他，他所看的方向定有蹊跷。此时方太的身后还剩10余人，招了招手道：你们随我来。言罢，方太率先掠出，众人紧跟其后，朝着前面的古树林中冲了过去。周遭环境发生了变换，虽然都是树林，但是明显这里的古树庞大了许多，并且萧炎仔细观察就发现，这是古树的树皮上竟然有诡异的符文，其符文的外沿还有着一圈嫣红之色，看起来便是一股肃杀之意。一旁的吴雪和方太也是立即知晓这里有些不对劲，立刻是将所有搜寻的人全部召回，数50余人重新聚集，都纷纷摇头，表示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方太眉头微皱，并不知晓这神亮天元池存于何处。这里没有异样的波动，好似也没有所谓的神亮天元池，莫非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吴雪捏了捏自己的下巴，若有所思地开口道。众多武神阁之人也是陷入沉思，刚刚用神魂力量感应，的确有着神亮天元池的一丝能量波动，但现在并没有看见所谓的神亮天元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一旁的萧炎没有说话，则是抬起头来打量着四周庞大了不少的古树，上面诡异的符文引起了萧炎的注意。此时萧炎神力散发而出，探出自己的手臂，朝着古树摸去。周围的众人有些诧异，这四周的古树无非就是大了一些，似乎并没有什么异样。对于萧炎的举动，他们也是一脸疑惑之色。萧炎的神力升腾，手掌间被炫白色的火焰包裹而下，看着其中的一棵古树，便是真的要出手。随着萧炎靠近，这棵古树竟然动了一下，这一下很细微，但是有不少人却都是注意到了，这古树竟然会动，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众人刚做出反应，古树之上蓦然出现了一双眼眸，密集的树枝更像是无数触手一般，朝着众人快速袭来。随着这一棵古树袭来，周遭近数百棵的庞大古树也是疯狂地朝着他们摆动着无数树枝攻击而来。这些古树坚硬异常，在与这些其中的武器对碰之间，瞬间迸发出火花，四溅开来。萧炎也是立马朝召唤出了炫白色的火海，急速扩散而开。火天生克木，虽然古树并非寻常之木，但面对萧炎的炫白色火海，他们就算一样凶狠，也是有着古树被这火海吞噬其中，直接焚烧蒸发。武神阁的这些强者分别也开始对付古树，在火海的加持下，这些古树也是受到了影响，且力道也没有刚刚那么霸道，如触手般的树枝在火焰的呼啸吞噬下，纷纷的变得焦炭。当然也有不少身影也被树枝缠绕而下，发出痛苦的呻吟。下一刻，
炫白色的火海便是朝着这些古树滚滚而去，见一个吞噬一个。见到原本缠绕住自己的那些树枝变成焦炭蒸发，也是从中脱离了出来。但其中也有着都是武神阁中的精英其中，放在任何一个界超神势力中，都是属于不亚于天骄的存在。这数百来棵的古树怎么会难得到他们？狂暴强大的天位神力肆掠开来，凶狠的攻击疯狂席卷。古树虽然坚硬，但也经不住这些精英强者密集的可怕攻击。很快，这些古树上便是出现了一丝裂缝，树枝被彻底的斩断，直接硬生生的被轰爆开裂。爆开之后，便是出现了一道道极其精纯的神元之气，朝着这森林的深处掠去。见到这一幕，众神只顿时眼中泛起了一丝惊芒，攻击手段和势头变得迅猛了许多，纷纷都想轰裂开这些古树。他们倒是想看看，最后这些精纯的神元之气将会去往何处。